這段時間，幾個 AI 巨頭為了搶 IPO 的門票，已經殺紅了眼。6月8號 ，OpenAI 把保密的上市文件悄悄塞進了 SEC。24小時之後 ，Anthropic 把藏了整整2個月的底牌一把拍在了桌上。一個模型，2個名字，一個價格。公開的版本叫 Fable 5，限量供應的版本叫 Mesos 5。價格一模一樣，每100萬 token $10美元進，$50美元出。聽起來好像是2個產品，其實是同一個東西，換了2張臉。4月份 Mesos 剛公布出來的時候，當時很多科技媒体的通稿都在感動，說 Anthropic 為了全人類的安全，寧可放棄公開發布的巨額利潤，真是業界良心。我在4月9號那期視頻裡就說了一句，朋友們，沒那麼簡單。昨天答案揭曉了，這從來不是什麼慈善，這是一份精心準備了2個月的商業計劃書。這2天我把官方公告、系統卡還有那份隱私文檔逐一讀完，有3件事自媒體圈幾乎沒人講透，其中1件藏着3家中國公司的名字。看完這期你會明白，從昨天起 AI 行業的遊戲規則慢慢變了。你手裡的 Cloud 訂閱，你盯着的那幾隻 AI 股票也全被擺上了這張新棋盤。先把這2個名字的關係說清楚。今年4月7號 Anthropic 先推出了 Mesos Preview， 只給網絡防疫機構用，價格很貴，每100萬 token $25美元進，$125美元出。昨天劇情反轉， Fable 5向所有訂閱用戶開放， Mesos 5給受信任的組織升級，價格直接砍到4折，125的4折正好是50，輸入的價格也一樣打折。更有意思的正是這2個名字，官方公告的角注裡藏了個彩蛋， Fable 來自拉丁語， Mesos 來自希臘語，這2在詞源上是同一個詞，意思都是講出來的故事，同一個詞，2個名字，唯一的區別就是身上那道護欄。這個名字本身就在告訴你，我賣的是同一個東西，只是給2種人，2種待遇。我們還是先說跟錢包直接相關的。從昨天到6月22號 ，Pro 和 Max 的訂閱用戶免費用，但這個免費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免費啊，它還是會消耗你訂閱裡每5小時和每周限定額度的。6月23號一到，想再用 Fable 5就得單獨燒錢了，按 API 的價格扣。那麼問題来了，同一個模型，同一個價格， Anthropic 是怎麼知道誰配用哪個版本的呢？這個問題的答案值1萬億美元。我們先看擺在明面上的規則， Fable 5身上裝了一套分類器，專門盯3類請求：網絡安全、生物化學，還有一個咱們後面重點講的真6。一旦分類器判定你的請求踩了線，系統不會直接拒絕你，它會悄悄把你的問題轉給上一代的 Opus 4.8 來回答，而且明明白白的告訴你，這條被換人了。官方給的數據是，平均不到 5% 的繪畫會觸發這個回退。反過來說， 95% 以上的情況裡，使用 Fable 5和那些受信任組織用的 Mesos 5是完全一樣的東西。這裡要分清2個數， 5% 是觸發換人的比例，裡面大部分本來就是踩線請求，真正冤枉好人的比例，官方說是1/1000。1萬條無害的請求，錯攔1條，這套設計相當聰明，為什麼不直接拒絕你呢？因為拒絕是最差的產品體驗。Opus 4.8 本身也是個很能打的模型，拿它来兜底，活照樣幹，只是碰紅線的那幾樣工具被收走了。
絕大多數被換人的用戶根本感覺不出落差。說白了 ，Anthropic 把安全這件事做了一次無痛的降级，而不是一堵冷冰冰的牆。這就好比一種特效藥，藥店裡的非處方版本和醫院裡的處方版是同一条生產線下來的，價格還一樣。藥廠要分的不是錢，是資質。你拿着再厚一沓現金站在櫃台前，沒有那張處方笺，最強的那一半就是不賣給你。這哪裡是什麼產品分級，這分明是 AI 行業的第一張處方笺。那這把鎖結實嗎？這次 Anthropic 搞了個外部漏洞懸賞，1000多個小時的測試，沒人做出通用越獄。但我得誠實的告訴你另一面，英國的 AI 安全研究所拿到測試權限之後，幾個小時就做出了單輪的越獄，又測了2天，把攻擊推進到了部分多輪任務。注意，這是2個量級的事。單輪越獄是撬開一扇窗，通用越獄是配出一把能開所有門的萬能鑰匙。撬窗有人做到了，配萬能鑰匙到今天還沒人做到。安全從來不是魔法，它是工程量，是把攻擊的成本抬高到不划算。那為什麼全世界都盯着它呢？給你幾個例子。 Stripe 拿 Fab5 在一個5000萬行代碼的倉庫裡做整庫的遷移，這活人工團隊至少要幹2個月，他1天就幹完了。1天對2個月，這就是為什麼大家擠破頭也要用它。但朋友們，回退機制只是第一層，它你看得見，系統還會通知你。官方文檔裡還藏着第2層防護，這一層你永遠不會收到通知。第2層防護，官方的叫法很含蓄，叫針對前沿大模型研發的額外保護措施。什麼意思呢？如果系統判定你是在搞前沿大模型的研发，比如搭异性戀管線、設計分布式訓練架構、畫 AI 芯片的圖紙， Fab5 不拒絕你，也不回退，它會繼續的回答你。但系統卡裡白紙黑字的寫着，系統會動手腳，悄悄限制回答的有效性。具體怎麼改，改到什麼程度，官方沒說。你想想這是什麼概念呢？它不是把門焊死，它是往你的油箱裡摻水，車照樣發動，儀表盤照樣亮。那這覆蓋面有多大呢？官方數字是 0.03% 的流量，集中在不到1/1000的組織裡，1萬條請求只有3條，但動的全是想用模型去造模型的人。這裡我必須把邊界講死，普通人問代碼、問財報、問菜譜，一輩子都碰不到這一層，別恐慌，更別信什麼人人被降智的陰謀論。那這 0.03% 到底防的是誰呢？先記住2個數字，1600萬、2.4萬。等一下你會看到，這2個數字的後面跟着3個誰都認識的名字。被攔截你好歹知道此路不通，換條路走就行。那被降智呢？沒有任何提示，答案的成色被悄悄調低了，你還以為是自己沒問對。你再往深一層想，這件事動搖的是一個更根本的東西，確定性。以前你買 API 買的是1分錢1分貨的算力合同，現在這份合同裡多了一行看不見的條款，賣家保留對特定買家悄悄降智的權利。目前沒有任何跡象說這個範圍會擴大，但是先例已經立在那了。規則的可怕之處從來不在它管了誰，而在它證明了這件事可以做。這個口子一開， AI 行業的治理規則就翻篇了。現在揭開那2個數字。今年2月23號 Anthropic 發了一篇博客，博客裡提到超過1600萬次對話背後大約是 2.4萬個假賬戶。官方的定性是工業級規模的行動，數字後面
跟着3個名字 DeepSeek、Kimi、Minimax， 恰好是過去1年國產大模型故事裡最響亮的這3個名字。講到這兒，今天的核心判斷可以交給你了。這次發布賣的根本不是算力，是信任，是資質。能力人人一個價，資質按名單分配，而那張名單的後面寫的就是這3個名字。這3家公司到底幹了什麼呢？我們先說清楚口徑，以下全部是 Anthropic 的單方指控，3家公司都沒公開回应過，咱們只看商業邏輯，不當裁判。按官方博客的說法， DeepSeek 名下15萬次以上的對話，方向很特別，主攻基礎邏輯和安全對齊，等於在研究 Claude 是怎麼把安全規則烙進每一句回答裡的。Kimi 340萬次以上，盯的是 Agent 的推理、工具調用、寫代碼、數據分析。Minimax 最猛，超過1300萬次，幾乎全部精力都壓在了 Agent 的編碼能力上。3家加起來1600萬次，方向各不相同，可你把它們拼在一起，就是一張完整的能力拼圖。最有戲的是 Minimax 這條線。Anthropic 說，他們是在行動還在進行的時候就被盯上了。對方拿去真6的那個模型，當時甚至還沒有發布。等 Anthropic 一上線新模型，對面24小時之內就掉頭，開始耗新的。這邊剛換鎖，那邊連夜就配好了新鑰匙。那靠什麼抓到的呢？行為指紋，那種故意一步步追問，引導模型把整個思考過程全吐出來的提問套路，再加上幾萬個賬戶整齊劃一的協同節奏，單看每個賬戶都正常，可你在後台往遠了一拉，它就是一張網。現在把时間線拉開，一個3級跳就出來了。2025年9月 Anthropic 先收緊了对部分地区客戶的訪問條款，還加了股權審查，中資持股過半的公司，全球子公司一併適用。我當時那期就說過一句，硬件層面的限制是第一道防線，能力轉移需要第2道防線。2025年11月 Claude 被捲進了一起網絡間諜事件，真6行為浮出水面，而昨天這道防線直接寫進了模型權重，訪問條款、股權審查、模型權重，3級跳完成。但有件事得說準了，這不是政府文件，這是一家公司自己寫的商業條款，管的只是他自家的 API， 它真正的分量在示範效应。以前這類邊界靠歷史來畫，現在一家公司證明了邊界可以直接畫進模型本身。OpenAI 和 Google 跟不跟，才決定這會不會變成全行業的玩法。那這對追趕者意味着什麼呢？真6是行業裡半公開的成本捷徑，簡單說就是用強模型的回答去為自己的模型把老師傅的活偷學一遍，訓練費能省一個數量級。這也是為什麼3家的提問方式那麼有講究。DeepSeek 問安全對齊， Kimi 問工具調用， Minimax 問 Agent 編碼，缺什麼問什麼。那現在咱們到底關不關得死呢？看 Minimax 那24小時配新鑰匙的速度，攻防肯定還有好幾個回合，但偷师的成本從此只會越來越高。不過這裡得說句公道話，真6省下來的主要是數據和对齐這一段的捷徑，不等於國產模型的訓練全靠學別人的。DeepSeek 這2年的架構創新是實打實的寫在論文裡的。我們以前講國產替代時說過，推理端先過了河，訓練端還在深水區。現在深水區裡數據飛輪這一環又加了一道閘，影響的是追趕的速度，不是追趕的資格。但時間表肯定要重寫。話說回來 Anthropic 也在割自己的肉，1600万次对话，那是真金白银的 API 收入，關了這道閘，等於主動退掉了這部分的灰色營收，換一個乾淨的 IPO 故事，
值不值，華爾街會給出報價。好，防電機的故事講完了，但這次發布裡還藏着一把刀，砍的不是賊，砍的是 Anthropic 自家最忠誠、付費最多的那批客戶。資質這把尺子量完了外人，接着量自家人。從6月9號起， Mesos 級別模型的全部流量強制留存30天，所有平台一視同仁，連亞馬遜和 Google 雲的第三方接入也算在內。注意這個打擊面，普通用戶根本無感，因為消費者產品的數據本來就留存。真正被動到的是一批叫 JDR 的客戶。ZDR 零數據留存，這5個字是他們專門花真金白銀買下的承諾。金融、醫藥、法務恰恰是 Anthropic 最引以為傲的核心客群。都說 Anthropic 是弊端的瑞士銀行，靠保密金庫的信譽吃飯。現在好了，銀行貼出一張通知，金庫要統一裝攝像頭，理由是防賊。儲戶能談的已經不是裝不裝了，而是攝像頭裝在哪個房間。你可以把留存限制在單獨的工作期，或者乾脆開個沙盒組織做隔離。例外只有2條：安全調查和法律要求。30天後刪除，所有人為訪問都留日誌。那他為什麼非要這麼幹呢？官方的解釋，新型攻擊大多是跨請求、跨賬戶的長線行動，單看一條消息看不出毛病，得拉開30天的窗口才能看清那張網。前面真六那一仗，靠的就是這種跨賬戶的行為指紋。平心而論，這算誠實。Anthropic 當眾承認，安全和絕對隱私不可能兩全，他選擇了安全。當然，這是當下技術條件下的權衡，不是物理定律。但代價就擺在那，財富10強裡有8家是他的客戶。這些公司的法務部門今天讀到這行小字會怎麼想呢？當信任本身成了賣點，記錄你的每一筆到底是在保護信任，還是在透支信任呢？這個問題 Anthropic 自己也沒有答案。現在把第3層拼起來，明着藍，暗着廢，留底賬。再對上發布的這個時間點，你會看到一張幾乎完美的資本劇本。6月8號 OpenAI 保密遞交了 IPO 文件。6月9號 Anthropic 出牌，是不是刻意安排，沒人能證明。但從效果上看，這就是一場提前開演的路演。歐洲的科技媒體 TNW 的評價是，這是一個為最大商業衝擊精心校準的時刻。1天之內3張牌全打出去了，價格砍到4折，講的是成本下降的故事。Catalyst 按量計費，講的是收入加速的故事。護欄加處方箋，講的是合規的故事。3張牌全是路演的語言。這裡有個細節值得多停1秒。Fiber 5的單價是 Opus 4.8 的2倍，輸入從5美元漲到了10美元，輸出從25漲到50，漲了這麼多，怎麼跟客戶解釋呢？他們的產品負責人的說法是，模型更聰明了，幹同一件事用的 token 更少，回合也更少，算下來每個任務的總成本反而可能更低。你看，連貴都貴得有話術，不跟你比單價，跟你比單位任務成本。這套說法站不站得住，要看企業客戶接下來幾個季度用腳怎麼投票。Palantir 的 CEO Karp 在採訪裡毒舌了一句，買家會在 token 上付出大價錢。分析師那邊 Constellation 的 Dickson 說得更直白，產能這麼緊張，幾個星期之內肯定要上 Usage Catalyst。結果你看6月23號分毫不差，開頭那個白嫖窗口就是這麼來的。做內容的人都知道，預測是把雙刃劍，說對了沒人記得，說錯了所有人都記得。但我還是願意公開對賬。第一筆2025年9月7號那期，
我說硬件管制是第一道防線，能力轉移需要第二道防線。9個月後，第二道防線以真六分類器的形式上線了。第二筆4月9號那期，我說放棄公開發布的巨額利潤沒那麼簡單。2個月後公開發布了，利潤和安全他兩個都要。第三筆5月4號那期，我的原話是，他真正想買的是一條能寫進 IPO 路演 PPT 用來防身的推理成本下降期限。昨天這條期限兌現成了實打實的4折定價。第四筆去年11月18號那期，我說 Anthropic 擅長把危機包裝成里程碑，順手把自己塑造成英雄。這次真六指控的敘事手法原樣複刻。4筆賬對完，你應該能看清這家公司的行為模式了。說句大實話，發布之後這2天，相關股票沒有任何能歸因到這件事的異動，盤面被 CPI、中東局勢，還有 SpaceX、OpenAI、Anthropic 3場超級 IPO 的戳水效應壓着。誰要是跟你吹什麼概念股要起飛，你直接滑走就行。這場發布真正的考場不在二級市場，在幾個月後的路演現場。9650億，這是上個月私募融資輪談出來的投後估值，它不是市場定價，更不是 IPO 的價格。從這個數往上，每漲1個百分點，都得拿故事來換。最後這件事落到你頭上，到底是什麼呢？給2類人各留一句話。用 Cloud 的朋友，6月22號之前是窗口期，想見识下 Mesos 級的能力，別等。23號之後按 API 扣錢，輸入輸出各算一半粗估，一次100萬 token 級的大任務，$30-50美元跑不掉。買大額折扣包能打7折，众多用戶先算賬再上手。看 AI 股的朋友，等 S1 招股書披露，頂2個數字就夠了。第一個 Catalyst 收入的佔比，它告訴你按量計費鋪得有多快。第二個護欄放鬆的節奏，回退率每降1個點，就等於一批被鎖住的能力被放了出來。這2個數比任何跑分都誠實。2類都不沾的朋友，記住一個判斷框架就行。以後再看 AI 公司開發布會，別問模型有多強，先問2件事：誰能用，怎麼收錢。能力的差距幾個月就會抹平，資質和計費的格局一旦定下來，10年都改不動。我們把視角再拉高一點， AI 的上半場拼的是誰的模型強，從昨天起下半場開打了，拼的是誰有資格分配能力。當最強的能力人人都造得出來，稀缺的就不再是智能，是被信任的身份。這套邏輯你眼熟嗎？銀行牌照、藥品批文，每個成熟行業都長出過這副骨架。AI 正在長出來，而第一張牌照是一家公司自己給自己發的。這張牌照今天還只管得到用歐美模型的客戶，名單外的市場完全可以另起爐灶。是河流還是各走各路，是未來的最大看點。評論區告訴我你的判斷，同模同價按資質分級，是 AI 行業的成人禮還是壟斷的新外衣呢？對了， OpenAI 的上市文件比 Anthropic 早提交了，但安全分層這張牌它到現在還沒有跟等於承認行業標準姓 A， 不跟路演的時候監管那一頁怎麼寫呢？這步棋咱們後續接着看。想看這個局的上半場，去翻看4月9號那期 Mesos 轉型，那期講的是保險櫃怎麼鎖上的，這期講的是怎麼打開的，連起來看才是完整的劇本。記得點讚、訂閱、打開小鈴鐺，咱們下期再見。